被抛弃20年后，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跪在了我面前，求我救救他们的儿子。我冷笑拒绝。这就是报应。前台告诉我外面有2个老人来找我时，我还疑惑，我父母去旅游了，不在本市。当我看到了那2人的脸时，害怕涌上心头。那是我的生父生母，一见到我，他们就殷勤地拉住了我的手。招娣呀，我们可算是找到你了。赵桂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紧拉着我不放。是呀，招娣，你都不知道我跟你妈找你找的有多辛苦。何强也跟着附和道。我没有半点情绪波动，甚至有些反感。他们声音有些大，公司的人都看了过来。有事就说，没事的话我还要回去上班，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里上演寻亲的戏码。赵桂芬搓了搓手，支支吾吾半天才开口，就是你弟弟生了点小病，想让你去医院看看。我就知道他们来找我没有那么好心，我不会去的，你们快走吧，不要打扰我工作了。我语气冷淡，态度坚定。你，何强扬起手就想打过来，被赵桂芬及时拦了下来。招娣啊，你也就这么个弟弟，以后等你嫁人了，在娘家受欺负了，也只有你弟能帮你的。你弟弟现在生病了，就想看看你而已，这么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肯答应吗？赵桂芬企图用亲情血缘来绑架我，他怕是忘记了，我早在5岁时弟弟出生那天被他们抛弃了。他得了什么病？如果单纯的只是生了点小病，他们根本犯不着大老远的跑来找我。来找我的目的，要么要钱，要么要人。白血病。何强满脸的不耐烦，似乎不愿意再跟我装下去了。在他眼里，我一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根本不值得他浪费时间。所以你们是来让我去给他配型捐赠骨髓的？就先去做个配型而已，没多大事的。赵桂芬掬着笑容，又上前一步拉过我的手，生怕我跑了一样。我用力抽出了自己的手，冷眼看着站在跟前的2人。不好意思，我去不了，你们找别人吧。听到这话，何强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招娣，你不要太过分了，那可是你亲弟弟，你有没有良心？良心？你问我良心？我拍了拍胸脯反问道。招娣呐，你就可怜可怜我跟你爸爸，我们就这么个儿子，他要是有点什么事，你让我跟你爸怎么活啊？说着，赵桂芬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见到这情景，公司里的人纷纷探出头来围观，一时之间议论纷纷。见到有人围了过来，赵桂芬连忙扯了扯何强的裤腿。何强会过意来，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2个人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招娣，就当你妈，我求求你了，你救你弟弟吧！我双手抱胸，俯视着他们，冷笑一声。这就是报应。还有，我不叫招娣，我叫沈安康。最终这场闹剧被公司领导叫了保安，将赵桂芬夫妻2人请了出去而结束。而我也光荣地登上热搜榜第1。亲生父母跪地请求自己女儿救救重病在床的弟弟，却惨遭拒绝。多么讽刺的词条！虽然这是你的家事，公司不好插手，但是今天他们在公司门口这么一闹，被人拍下小视频发了出去，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形象了。小组长指着手机上播放的画面看着我，好像想把我生吞活剥了一样。随手点开评论区，这女的也太狠心吧，居然让父母给她下跪！我的妈呀！活久见，亲生父母给子女下跪，父母下跪求她都不愿意去医院看看弟弟。这种女的生她下来还不如胡墙上这种人，就是良心被狗给吃了。你看她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太令人恶心了。收起手机，小组长叹了口气，你知不知道刚刚老板已经打电话来了，让我把这件事做个陈述给他。我无奈地低下了头。这件事情我会给公司一个交代的。然而傍晚我就接到了内部通知，无期限停职。从公司出来，来来往往只要看到我的人，无一不对我指指点点。短短1天，我就成了六亲不认、忘恩负义之人。我的社交平台也被网友找了出来，所有社交账号统统沦陷，我被骂得体无完肤。我这时才意识到网暴的可怕。刚到家，赵桂芬的信息就发了过来：招娣，就当妈求求你了，你救你弟弟吧，咱们老何家就这么一根独苗，如果你弟弟有个3长2短，这样我跟你爸可怎么活啊？我点开了赵桂芬的电话，直接拖进了黑名单。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我飞快地接听了起来。妈，康康，你还好吧？我跟你爸爸已经听说了，我们买了明早的机票，你先叫你朋友陪着你，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听到妈妈的声音，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好像满腹的委屈一下就找到了宣泄口。我是被领养的，在我5岁那年，我依稀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有多冷，冷到即使我蜷缩在密不透风的病房角落里，也感受不到一丝温度。病房里充满了喜悦和欢声笑语，没有人注意到我。就在刚刚，我的弟弟出生了。
在赵桂芬和何强每日的期盼下和对我无穷无尽的折磨里，他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男娃。对于弟弟的出生，我也是高兴的。我天真的以为只要弟弟出生了，我就不会再挨打了，我就可以吃顿饱饭了，我就不用被何强领着去隔壁村李老头家里给他捶腿按摩了。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李老头在我给他捶腿的时候会对着我傻笑，会在我身上乱摸。我只知道每次去李老头家里回来后，何强就会给我吃2个馒头，那是我唯一能吃饱的一天。弟弟躺在赵桂芬身边，哇哇的大哭着。何强笑得很开心，回头瞥见了还蹲在角落里的我，走过来踢了踢我的脚。招娣，你去给你妈打盆热水来。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跑去热水间。我身上很疼，到处都是淤青，那是何强和赵桂芬打的，他们只要看我不顺心了，就会打我一顿。他们总说是我占了弟弟的位置，弟弟不开心了，才会一直没有来到我们家。我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水，但是我太小太瘦弱了，身上疼得厉害，根本端不动。一盆水就那么被我洒在了走廊上。小姑娘，你还好吗？有没有烫到哪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从此，我生命里亮起了一束光。我妈是妇产科的护士，多少听过一些赵桂芬和何强的事。当她亲眼看到我身上的那些伤口时，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小心翼翼地擦去了她脸上的泪。漂亮阿姨，不要哭了，我不疼的。就这么一句话，她心疼地紧紧搂住了我。我爸是血液科的主任，两人平时忙于工作，加上我妈身体的原因，就一直没有小孩。因为这个事，我妈总是唉声叹气，暗暗自责。我妈对我是一见如故，喜欢得不得了。回家和我爸商量了过后，他们决定领养我。赵桂芬和何强知道这件事后，当然乐不思蜀。在他们看来，我本来就是个累赘，留在家里还要多一个人口粮。现在有了弟弟，他们更加看我不顺心了。只是即使抛弃了我，他们还是要榨取掉我身上最后的价值。他们找我父母要了2万块钱，当时的2万块钱都可以在城区买套房了。可是人的贪心怎么可能就此满足？何强好赌，爱喝酒，那2万块钱很快就被他给挥霍掉了，而我就成了他们的钱袋子。此后，他们总是变着法子的来我家里讨要钱，一直骚扰着我，骚扰着我的家人。最后迫不得已，我们搬了家，才彻底的摆脱了他们。早上手机响起，我以为是爸妈回来了，迷迷糊糊的接起电话。喂，请问是沈安康小姐吗？听到陌生的声音传来，我立马清醒了过来。是的，我是，请问你是哪位？我是寻亲记栏目的制作人，我们这边想邀请你2天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届时你的父母会在节目现场等候你的出现。我愣了几秒，看了眼电话后，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怕我按下了挂断键，就把手机丢在了床头。等我洗漱回来时，手机显示未接来电5条，信息若干。沈小姐，还请你考虑一下，咱们栏目至今为止已经帮助过数百个家庭寻回自己的亲人，不管是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是在那里的。你的父母这些年为了寻找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代价，你就真的忍心吗？你的亲弟弟现在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你去看他一眼，你于心何忍？现在网络上针对你的言论正在发酵，如果不及时澄清或者阻止，对于你以后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理会一条接一条发来的信息，关掉手机，拿上车钥匙，出了门。来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落地了。我刚到接机口，就看到我爸妈一脸焦急地朝我走来。爸妈，康康，你还好吧？我妈一个快步上前，就将我抱在了怀里。我摇了摇头后，撒娇地从妈妈怀里钻了出来。我不好，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吃饭妈妈做的饭了，我都快瘦了。妈妈捏了捏我的鼻子。你呀，快回家吧，回家妈妈给你做。我贪婪地呼吸着妈妈怀里的味道，点了点头。一到家，看到门前贴着的字眼，我下意识地转身就拦住了爸妈的眼睛，不敢让他们看到。我爸个头比我高，门上贴的那些刺眼的字条他一眼就看到了。无情无义白眼狼，你活着就是为了折磨自己父母的吗？生下你还不如生块叉烧鲜红色的字，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头。我有些窘迫，又有些自卑和害怕。我怯懦地低下了头，不敢去看父母的神情。你好，请问是沈安康小姐吗？楼梯口站着3个人，一个人拿着个话筒在手，另外2个扛着摄像机跟在后面，而摄像头正好对着我。我看到了他话筒上的寻亲记3个字，瞬间明白了过来。我已经拒绝了你们的邀请，现在你们这样贸然上门，算不算骚扰？我冷着脸挡在了爸妈身后。
沈小姐，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吗？拿着话筒的记者指了指我身后的那些字。现在网上针对你的传闻越演越烈，你的生父生母也不止找了我们一家电视台，我相信，就算你今天不答应我们，明天也会有其他栏目找上门来的。我犹豫地看了眼身后的父母，我妈却上前一步，握住了我的手。孩子，无论你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大妈都会支持你的。我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让开了步，请他们进了门。晚上我睡不着，准备起床给自己倒杯水时，听到客厅传来了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阳台。我房间的阳台和客厅阳台是打通的，要不然咱们去把卡给换了吧，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行吧？明天咱们就去换张卡，只是不知道康康那边要怎么说，要是让他知道了，他又该自责了。那孩子从小就敏感，吃了多少苦才走到了今天。我听小石说，康康已经被停职了，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紧接着就是两人的叹气声。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收缩了几分，累得我有些喘不上气来。我打开了手机，把赵桂芬他们移出了黑名单。很快信息就发了过来，招娣，我劝你最好这几天过来医院一趟，现在网上都知道这个事了，再拖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你弟说了，只要你肯来救救他，我们全家都会去网上给你澄清的。还有，医院现在催着缴纳医药费了，你先打20万过来给我们招娣，你不要逼我们，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出了点什么事了，我和你爸什么都做得出来。招娣，你不要以为你进了城就是城里人了，你当初那点事，我们只要给你曝光在网上，你这辈子都不会有翻身的机会了。我关上手机，冷哼一声。一个农村出来学都没上过几天的妇女，什么时候学会上网打字了？第二天一大早，节目组的拍摄人员就来了，人不多，还是昨天见过面的那3个人。他们先是围着我家里里里外外的拍摄了一遍。我家是老式居民楼，现在正在规划拆迁，周围邻居也都陆陆续续搬走了。沈小姐，听说你是5岁的时候被领养的。采访记者坐在沙发上，拿着话筒对着我问道。我点了点头。是的，5岁那年我听你父母说，是5岁那年你弟弟出生的时候，你去医院才认识了现在的养父养母，然后你就跟着他们走了。我默认，没有说话。后来听说你被领养之后，就跟着养父养母来到了这座城市生活，跟亲生父母彻底断了联系，有这回事吗？我依旧默认。你生父生母因为这事还大病了一场，你生父更是卧病在床好长一段时间，家里顶梁柱倒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你妈到处接零活才养活了你弟弟，养活了一家人，这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搬走后，为了防止他们找到我，我和从前所有认识的人统统断了联系。我们可以采访一下你的养父养母吗？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是否是知情的呢？我生气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不可以，从一开始我答应你们接受采访就提前说好了，不可以牵扯到我的家人。采访记者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过激，立马安抚地说道。沈小姐，你先别激动，我就只是问问，如果不方便，我们也不强求。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节目第2天就播了出来。我被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遭到全网怒骂。而昨天的采访经过剪辑后，掐头去尾。如果我自己不是当事人，我都会认为节目中的自己是个贪慕虚荣的人。这是什么极品女人？贪慕虚荣，抛弃亲生父母，抱上养父养母的大腿后就翻脸不认人。对呀对呀，你们看他养父养母住的地方，虽然看着破小，但是这可是 A 市市中心的老破小，市值不少钱。我有亲戚就住在那里现在可是马上要拆迁了，听说赔偿款在8位数，只要一拆，摇身一变就成了千万富翁了。听说他养父母没有小孩，说不定他小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赶紧抱上人家的大腿。麻雀立马变凤凰，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重，现在大了更加不得了。你们懂什么？他养父母连个孩子都没有，他和养父也没有血缘关系，要是发生点什么，楼上的太龌龊了吧，人家一个小姑娘哪来你们那么多心思？我翻看着一条条评论，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害怕地关掉了手机。下一秒我立马朝客厅跑去，爸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着财经新闻，面前摆放了一盘切好的水果。康康来了，快过来吃点水果吧。妈，我看着他们心里安心了不少。今天的节目你们看了没？我犹豫着还是问了出口。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看法，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心里的我。没有呀，这件事情交给你自己去处理就好，你长大了总要自己面对的。妈妈慈爱地替我捋了捋耳边的碎发。但是康康，你要记得，不管前方如何，我跟你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爸爸将一块我最爱吃的哈密瓜递了过来。第2次的拍摄是去医院，这也是我时隔20年后第1次见到我的那位弟弟。隔着玻璃窗，静静地站在无尘病房外，何文朗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十分的虚弱。
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面色苍白，手上还挂着点滴。换好衣服后，我跟着摄影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一见到我，何文朗就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姐，你来了！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姐，你别害怕，你过来坐。何文朗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他床边去。我犹豫了一下，看着他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还是坐了过去。你好，我叫沈安康。我朝着他伸出手去，轻声说道。沈文朗明显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垮了下来。你不是来救我的？我摇了摇头。不是，那你来干什么？来给钱的。你打算给多少钱给我？我看向他那张和何强有几分相似的脸，有那么一瞬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何强的身影。我语气冷了几分。我既不打算给钱，也不打算救你，我只是想来看看他们拼命压榨自己女儿生下来的儿子，现在得到了怎么样的报应。节目组没想到我会当着镜头说出这种话，立马将摄像机对准了我。你什么意思？何文朗明显愣住了。网上舆论是你煽动的吧？那些信息也都是你拿你妈手机给我发的吧？你背地里到底还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我盯着他那双和何强长得一模一样的眼睛，忽然就笑了。何招娣，你疯了吧？你当着节目组的人在说些什么？要不要我把那些信息翻出来一条条的念给你听听，念给网友们听听？说着我就要掏出手机来。你这个赔钱货，你要干什么？我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人大力推倒在地了。等我反应过来时，何强和赵桂芬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了病房内。何强手还指着我，嘴里骂骂咧咧的。他刚刚进来时，刚好看到何文朗一脸害怕的样子，以为我要对他做什么。这时就连节目组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叔叔，你先冷静点。何招娣，你不要以为你换了个名字就可以不认我们了，我们是你的生父生母，没有我们就没有现在的你。识相的就赶紧掏钱出来给你弟治病，趁着今天来了医院，赶紧去做配型，合适的话这几天就把手术给做了。何强指着我不耐烦地说道，从始至终都没有扶过我一把。我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几人，突然觉得好笑。来医院前，我甚至还圣母心地想过，如果我真的能救他，我要不要救他？毕竟那也是一条生命。而现在看到这一幕后，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我从地上爬了起来。你们好自为之吧，留下一句话，我就要往病房外走去。我还未走出病房，头发就被人猛地扯住了。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救你弟了？何强抓我的头发，狠狠地在我耳边说道。是，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救他。你要是想曝光我，你就去。我生来就是一个人，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忍着头皮上传来的疼痛，怒吼着回答道。砰一声闷响，在场的所有人都呆愣住了。何强将我一拽，直接撞上门框。我捂着额头，头皮发麻，疼痛感席卷全身。快去叫护士！我额头破了皮，流了不少血。节目组的人也明显吓到了，在我包扎伤口的时候，静静地站在一旁，一声不吭。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我见采访记者欲言又止的模样，开口说道。当初你为什么没有替自己辩解过半句？我自嘲一笑。解释有用吗？人们总是习惯先入为主，只会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采访记者有些不好意思的尴尬一笑。节目播出后，网上开始大片反水。太恐怖了，20年没见的女儿，说打就打，这还是人吗？都没有半点感情在的吗？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人，居然没有帮小姐姐阻止过一下。你看他弟弟，居然还在笑，洋洋得意的模样，让人看了就心里不是对啊。几十年没见过的姐姐，没有寒暄关心过姐姐一句，上来就问钱，要姐姐救他小姐姐逃离这个家是正确的选择。谁知道在这样子的家庭待几十年还有没有活路啊？也有人跳出来给赵桂芬他们洗白。大家看到的都是片面，万一是这个女儿对着生病的弟弟说了什么很过分的话呢？人家都还生了病呢。对呀，弟弟还生了病，咱们不能因为就看到这一幕就认定他亲生父母对他不好，是不是？看到生病的儿子被欺负，做父母的都会过激反应的。我都还没打开节目观看，就接到赵桂芬打来的电话。何招娣，网上那些是不是你搞的鬼？现在都有人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找文朗了，你怎么就那么狠的心？他可是你亲弟弟，你不救他可是要遭报应的。我当初就不应该生下你，我亲校出生。你当初不过是因为医疗条件落后，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赌一把才生下的我。你以为我想出生在你家？被我一呛，赵桂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电话被何强抢去。你这个小贱人，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文朗你不救也得救，你以为你能摆脱得了我们？你做梦吧！你要是不肯来做配型，我就把你小时候那些事情捅出去，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你那对养父母要是知道你是这么个货色，还能要你？手机掉落在地，发出砰的一声。我缓缓蹲下，脑海里都是那些挥不去的噩梦。
第3次的拍摄是在乡下，赵桂芬他们因为要照顾何文朗不能赶回来，节目组带着我一个人回了当初的老家，目的是带我重温旧情。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那里山群环绕，交通十分不便。印象里的家一点点展现在眼前时，我下意识的就想要逃走。节目组的人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你还好吧？我满头大汗，接过他们递给我的水，摇了摇头。我没事，只是想起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你是那个小招娣吧？一个穿着朴素的大妈经过村口时，正好看到刚下车的我，惊喜地走了过来。我疑惑地看着眼前的人，回忆了一遍，才锁定赵桂芬他们家的邻居。你是张姨吧？对，是我。哎呀，几十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我一看到你这张脸，我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回来干啥来了？回来看你那不成器的爹妈？看他们干啥，自己有多远走多远。我可告诉你吧，他们家儿子出事了，要是知道你回来了，那可不得了啊！你一个姑娘家的，也没多大本事，要是被他们缠上了，那一辈子可就完了。张姨拉着我的手，喋喋不休地说着，眼睛还四处张望着看有没有看到我。我眼眶有些发酸。咦，他们已经找到我了是吗？我就知道这几个天杀的不会放过你的，你也真是命苦，都跟好人家走了，还是被他们给缠上了。张姨见我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连忙招呼着我们一块去他家喝杯茶水。节目组的人和他表明来意后，他也欣然同意接受了采访。这丫头也是个命苦的娃子，生下来赵桂芬他们夫妻见是女娃娃，当时就想丢了的，只是大家都劝他们，女娃娃养着大了也能干活分担家务，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传着变成了留着女娃娃养大嫁人还能卖个好价钱，这话让他们两口子就听到心里去了，这才留下招娣也算争气，从小就懂事，从不哭闹，任打任骂，就算3天2头的挨饿也没见他哼过半句。就连说着，张姨就微微红了眼。张姨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别过头去。张姨，你说吧，反正他们也打算拿着这个威胁我给他们掏钱抽骨髓，就他们儿子的，呸，真是个不要脸的。张姨愤愤不平地说道。当初招娣才4岁多，隔壁村那个不要脸的李老头老光棍就上门来想讨招娣当童养媳，他都40几岁了，招娣才4岁啊。何强为了每年的那几十块钱的喝酒钱，就把招娣口头许了，承诺等招娣满了16岁就嫁给他。更过分的是，每个月他都会领着招娣过李老头那去一趟，去拿钱。你说他这不是畜生吗？张姨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真相被揭露出来，我竟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掩埋在心里20年的秘密，无数个黑夜里的噩梦，在这一刻好像都得到了释怀。节目最后一期会先播放去村里采访的素材，播放完毕后会现场直播，请赵桂芬、何强夫妻去到演播厅，他们会在演播厅里对我进行爱的告白，呼吁我回家。只要我出现在了演播厅，就代表我接受了他们。但是我怎么可能会出现？此刻的我正躲在家中，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我还是害怕的，害怕看到一切后的爸妈会怎么看待我，知道了我肮脏的过去，他们会不会不要我？我一直不断地刷着网络上的各种评论，我生怕在那条条的评论里出现我的父母。我的天，这是什么魔鬼？这还是人吗？这种人也配称为父母？重男轻女到这种地步，应该给他们判刑，建议把重男轻女纳入刑法。还有那个儿子，我听说从小品行就不行，10几岁就因为多次骚扰女同学被学校退了学，因为这是他爹妈还去学校大闹一场。什么样的人生出什么样的垃圾小姐姐干得好，换成是我罪我也不会给他捐。这些苦难凭什么都要让小姐姐一个人承担？在节目现场，赵桂芬和何强还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出现。节目组的人也一直在给我打电话，但是他们早就被我统统拉进黑名单了。康康，你在房间吗？听到妈妈的声音传来，我吓得一哆嗦。我不敢出声，却又竖起耳朵，努力地想听到外面传来的动静。很失望的是，我什么也没听到，妈妈也没有再呼唤我。正当我沮丧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一切不要我了时，盖在我身上的被子被猛然掀开。找到你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不开心时，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妈妈就会从客厅阳台跑到我房间里将我抓起来，就像现在一样。我委屈地扑进了妈妈的怀里，贪婪地呼吸着她身上的味道，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好啦，傻孩子，有什么好哭的呀？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我大声地哭诉着，像极了被抛弃的小孩。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康康，你永远都是我和你爸爸的孩子，永远都是。妈妈心疼地抚摸过我的皱起来的眉头。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去。等我整理好从房间出来时，妈妈正在厨房忙碌着，爸爸端着茶杯正看着最新的球赛。我笑着走了过去。爸，
妈，最终赵桂芬和何强的寻亲之旅以失败告终。何强当天气不过，在节目现场口不择言的时候，幸好被导播及时拦下。没过几天，网上言论逐渐平息后，我也收到了公司的复职通知。我以为此事将告一段落时，我忽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我被赵桂芬、何强夫妇二人给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我未履行赡养职责，他们要求我支付他们的抚养费用和他们以后的赡养费，一共90万。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官司，赵桂芬、何强败诉，而何文朗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就在赵桂芬他们准备继续上诉时，医院那边告诉他们有个权威的教授，或许可以请他帮忙看看。而那个医生就是我爸爸。我爸是个很优秀的医生，只是他因为想多陪陪我妈，选择了提前退休，现在已经很少去医院了。赵桂芬他们跪在我们家门口时，我爸妈正提着行李准备出去旅游。求求沈医生，救救我们家孩子吧，不好意思，我已经退休了，现在已经不在医院任职了，我帮不了你们。我爸婉拒，拿着行李正准备走，却被赵桂芬一把抱住了大腿。求求你了，只要你肯救我儿子，我就撤诉。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肯救我儿子，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骚扰招娣和你们一家。听到这话，我爸犹豫了，最后还是把行李放了回去，跟着赵桂芬他们去了医院。只是没有捐赠者，就算再权威的医生也于事无补。最后赵桂芬他们居然想到了再生一个，用脐带血来救何文朗。赵桂芬今年已经50几岁了，超高龄产妇。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是女儿就用来救儿子，以后长大了还能帮衬他哥。如果是儿子，要是何文朗就不回来了，那这个儿子就会成为他们下一个传宗接代的对象。赵桂芬本来就是高龄，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在生产途中出了意外，大出血没了。而何文朗因为等不到捐赠者，在赵桂芬过世后没多久也去了。何强同时失去了妻儿，也没伤心难过多久，又娶了一个新老婆，只是这个新老婆有好几个儿子。何强婚后没多久就暴露了他的脾性，开始酗酒打牌，严重的时候还会殴打妻子。后来他新老婆受不了了，告诉了自己儿子，几个儿子上门把他揍了一顿。何强本来就一把老骨头了，又长期酗酒，身体早就不行了，被打了后不久就中风瘫痪在床了。而我在爸妈房子拆迁后不久就辞去了工作，全家一起移民去了国外。爸妈一直向往更自由的生活，而我只想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完结番外，我第一次见到漂亮阿姨的时候，是在我妈肚子疼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她看我一个人打着赤脚蹲在病房门外，朝我递来了一颗糖。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冷不冷呀？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也没有接过她手中的糖果。漂亮阿姨见状，直接把糖果塞进了我的手中。没事，阿姨给你的你就吃吧，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糖果，甜甜的，就像漂亮阿姨笑起来的梨窝一样甜。那时候我就在想，她要是我的妈妈该多好。第二天见到她时，她正在护士站忙碌着，我依旧赤着一双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漂亮阿姨看到我时，眉头皱了起来。等中午再见到她时，她的手里已经提来了一双粉色的鞋子。这么冷的天也不怕感冒，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做家长的。她一边给我穿鞋，一边叹气。有的人想当父母都当不上，有的人生而不养，我听不太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只会冲她傻笑。后来我看到她在楼梯口抱着一个男人在哭泣，她说她好想当妈妈，她说她对不起沈家，她说她好想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推开了门，看到我时他们都吓到了。很快漂亮阿姨反应了过来，擦干了眼泪蹲在我面前。小招娣，你怎么了？是不是来找阿姨的呀？我拉过她的手，第一次开口跟她说话。我当你的孩子吧，你不要哭了。听完我的话，漂亮阿姨怔了怔，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她以为我是在安慰她的，其实不是，我是真的想当她的孩子。后来我总是有意无意地露出自己的伤口，故意让她看到何强他们殴打我的样子。我总是在她面前故作坚强，惹得她心疼不已。后来何强在打我时，她挡在了我的面前，对着何强他们说，你们既然不想要他，那我要他。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孩子。漂亮阿姨也终于成为了我的妈妈。我终于摆脱了那噩梦一般的家，摆脱了噩梦一般的人。